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21章。假期快要到了，老师总是很严格，现在更生气了，因为他希望同学们考试的时候考得好。小同学们常常被打，只有个子高的男生和18到20岁的女生不会被打。Dobbins 老师打人很用力，虽然他头上的头发不多了，但是他还是很年轻，身体很好。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他变得更坏了，喜欢因为小错误就惩罚学生，所以小同学们每天都很害怕，晚上想着怎么报仇。他们想办法让老师不高兴，但是老师总是更聪明，每次他们想报仇都会被老师发现，然后受到更重的惩罚，所以他们总是失败。最后，他们一起想了一个计划，觉得可以成功。他们让一个画家的儿子帮忙，因为老师住在他的家里，而且老师常常让他不高兴。老师的妻子要和朋友去乡下玩几天，所以他们的计划可以顺利进行。老师在重要的日子会打扮一下。画家的儿子说，在考试的那天下午，老师睡觉的时候，他会处理这件事，然后让别人叫醒老师，让他快点去学校。考试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晚上8点，学校里很亮，有很多花和绿色的东西。老师坐在椅子上，黑板在他的后面，他看起来比平时更温柔了。他的两边和前面都有3排椅子，上面坐着重要的人和学生的家长。在客人的左边有一个很大的台子，上面是要表演的学生。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，但是很不舒服，还有一些个子高的男生和女生，他们很紧张，还有一些穿着白色衣服的女生，他们很注意自己的胳膊、奶奶的首饰、红色的和蓝色的带子，还有头上的花。其他学生坐在学校的后面。表演开始了，一个小男孩站起来说，你们不能觉得像我这么小的孩子可以在大家面前说话。他的动作很奇怪，像一个坏了的机器，但是他很努力地完成了表演。虽然他很害怕，当他鞠躬的时候，大家给他鼓掌。一个脸红的女孩说，玛丽有只小羊，然后鞠了一个躬，大家也给他鼓掌。他很高兴地坐下了。Tom Sawyer 很有自信地走上台，大声地说，不自由，无宁死，但是他忘记了后面的词。他很害怕，腿也软了，不能呼吸。虽然大家都很同情他，但是没有人说话。老师皱着眉头，让他更害怕了。他努力了一会儿，然后就下台了。他失败了。大家轻轻地鼓掌，但是很快就停了。然后其他的学生也表演了节目，还有拼写比赛。拉丁语班级的学生也表现得很好。最重要的是作文，是女生写的。每个女生走到台前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慢慢地读自己的作文，很注意表达和标点。她们写的都是以前写过的东西，她们的妈妈、奶奶，还有更早的女性都写过。友谊、过去的回忆、历史上的宗教、学习的好处、政府的比较、悲伤、对父母的爱、心里的愿望等等。这些作文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悲伤。另一个特点是用了很多好词，还有一个特点是喜欢用一些特别的词和句子，让他们看起来很累。还有一个特点是每篇作文的最后都有一个很长的说教。不管写什么，他们都会努力让它看起来对人有好处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说教不是真的，但是学校还是喜欢这样做，也许以后也会一直这样。我们国家的每个学校，女生都觉得要在作文的最后写一个说教，而且最不爱学习和最不性交的女生，她的说教总是最长和最严肃的。好了，不要说这些了，因为说我们自己的事情总是让人不高兴，我们还是说考试吧。第一个作文是这就是生活吗？
也许你们可以听一段。在人生的路上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觉得以后的生活会很开心，我们总是想象着美好的事情。一个喜欢打扮的女孩，想象着自己在很多人中间，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。她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和大家一起跳舞，她的舞跳得最好，她的脸最漂亮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她终于来到了她梦想的地方，一切都像童话一样，每个地方都很漂亮。但是很快，她发现这一切都很假，以前让她高兴的赞美，现在让她觉得很吵。舞厅也不好玩了，她生病了，心也碎了。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快乐不能满足她的心。她就这样一直写下去。当她读的时候，大家会说真好，说得真好，说得真对。当她最后说完的时候，大家给她鼓掌。然后一个很瘦的、很悲伤的女孩站起来，她因为吃药和消化不好，所以脸色很白。她读了一首诗，听2段就可以了。密苏里州的女孩要离开阿拉巴马州了，再见，美丽的阿拉巴马州，我的心里很难过，因为我要离开你一段时间了。我的心里有很多悲伤的想法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因为我曾经在你的树下走过，在你的河边坐着读书，我听着花和瀑布的声音，当太阳照耀着大地的时候。但是我不会因为我的悲伤而感到不好意思，我的眼睛还会看着你，因为我离开的不是外国，也不是陌生人要离开我，因为我的家在阿拉巴马州，我要看不见你的山谷和高楼了。如果我离开你的时候不难过，我的头和我的心就是铁做的。很少有人知道心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大家都觉得这首诗很好。然后，一个黑头发、黑眼睛的女孩站起来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做了一个悲伤的表情，慢慢地说：“一个梦。这是一个黑色的、下雨的晚上，天上没有星星，但是雷声一直在响，红色的闪电照亮了天空，好像在嘲笑 Franklin 对电的控制。风也很大，好像要让这个晚上更可怕。在这个黑暗的时刻，我的心里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，但是没有。冒号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的老师，我的帮助，我的快乐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他像一个在美丽的花园里的人一样，他走得很轻，没有声音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触摸让我觉得很冷，我就不会注意到他。他的脸上很悲伤，好像冬天的衣服上的冰冷的眼泪。他指着远处的风雨，让我看2个人。这个梦写了10页纸，最后是一个说教，说只有信教的人才能得救，所以得了第1名。大家都觉得这个作文写得最好。市长给作者颁奖的时候说这是他听过的最好的东西。Daniel Webster 也会觉得很骄傲。然后，老师变得很放松了，他把椅子放在一边，背对着大家，开始在黑板上画美国的地图，给地理课的学生用。但是他的手不稳，画得很不好，大家都小声地笑了。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他想改一下。他擦掉了一些线，然后又画了一遍，但是画得更糟了，笑声也更大了。他现在很认真地画，他不想让大家笑他，他觉得大家都在看着他。他觉得他终于画好了，但是笑声还是很大。这是因为在老师的头上有一个可以通到阁楼的门，从门里有一个猫被绳子掉了下来。猫的头上包着布，所以它不会叫。猫慢慢地下来，它向上弯着身体，抓着绳子，然后它向下弯着身体，抓着空气。大家笑得更厉害了。猫离老师的头只有一点点了。猫继续向下，抓住了老师的假发，然后被人拉了上去，假发也被拉走了。老师的头很亮，因为画家的儿子在他的头上涂了金色的东西。表演结束了，学生们报仇了，假期开始了。